2021年，台湾教育改革迈入第27年，但是教改越多，体制外的教育产业却越兴盛。调查发现，教改15年来，全国的补习班数量成长了3倍，学生压力不减反增。教育部甚至统计，2020年台湾各级学校有76名学生自杀。近20年来的发展，让许多人怀疑台湾教育还有救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当代教育出了哪些问题。让我们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我们为什么要去学校上学受教育？有人会说，当然是让老师传递知识给学生，但这只能算教育的功能，而不是本质。而且当今社会，只要上网就能找到各种资源、专家演讲、一系列的教学影片，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受国民义务教育呢？如果要知道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就必须去看近代国家的义务教育是怎么出现的。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教会才是主要传递知识给大众的机构。但是18世纪的德国普鲁士为了国家发展，开始推动义务教育，希望让人民有为你的国家打拼的意识。当拿破仑打进普鲁士时，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昭告全国，呼吁透过民族教育，让全国年轻人能够感受到国族共同体。所以在德国，教育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建构民族认同，富国强兵。但是义务教育出现后，教育机构很快就开始烦恼，应该要教什么内容。当时的腓特烈大帝就担心，如果让一般农民知道太多知识，他们可能会进城里造反。在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的统治阶级怕劳工学法国人搞革命，就决定用义务教育来管控大众思想。当时的英国教育署署长 Robert Lowe 就直言，如果下层人民要接受教育，他们应该要被教育成懂得欣赏上层阶级创造出来的文明。所以在英国，教育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一种阶级控制。而在日本，则是在19世纪明治维新时开始引入西方的国家教育制度，试图透过小学义务教育把日本人全盘西化。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国民可以追赶上西方的知识。在学校教育的起源论中，最有趣的是哲学家傅柯的理论。傅柯认为，学校、军队、监狱、医院都是18世纪国家为了以最理性的方式管控社会人口而设计出来的机构。这些国家机构可以透过时间跟空间的超前部署来施展权力。例如在时间上，军队演习时每个抬腿的时间都要同步，就像在学校里，学生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按表操课，午休时间就必须全部趴下，扫地时间就必须打扫教室，升旗时间就不可以乱动。这样的时间管控可以让官方的时间作息渗透到身体里，所以即便老师不在场，学生听到钟声也会自动乖乖坐好，自主管理。有权力者不在场的时候，也可以施展权力。或是在空间上，讲台的设计让老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每个学生在干嘛。学生桌椅无法移动，但是老师可以四处移动，所以你不知道考试偷看隔壁时，老师是不是在后面看你，因此身体也被规训得不敢东张西望。现在这项功能则由监视器取代，老师不在教室时，学生也不知道有没有被监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离开学校、军队后，身体依然会在早上惊醒，或是梦到考试迟到被上级惩罚，因为权力运作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身体里。18世纪法国军事学校的规训体制，后来甚至变成了英国哲学家 Jeremy Bentham 设计监狱的灵感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上学都感觉像进监狱一样，因为监狱的设计一开始就是源自于学校。国家之所以愿意花钱让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表面上是要传递知识跟技能给下一代，但更深层的运作机制其实是让学生提早适应出社会后会遇到的权力关系。所以傅柯说，学校的本质不是教育，而是整形外科，把下一代的人整成国家想要的样子。这套起源自18世纪的规训教育体制，让西方国家在20世纪民主化后开始出现矛盾。他们发现自己国家的学生跟极权主义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都一样安静，不敢质疑老师的权威。学生从小在教室里就被训练要服从听话，但成年后又被国家要求要当有主见的公民。正是这种矛盾，让2战后的西方民主国家开始了一连串的教育改革。
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近代学校教育的起源是透过打造理想的公民，来建立国家期望的某种社会秩序。不管是民族认同、阶级控制、学习西方知识，或是规训体制，国家都必须先知道它要走向何方，确立教育的基本价值观，才能知道如何设计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必须问：台湾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吗？在二战后，国民党迁台时期，台湾定位是解放中国，所以国家教育的重心就是三民主义跟反共思想。到了1960到1980年代，台湾转向发展工业、拼经济，政府预先规划好国家建设跟市场所需的人力，再大力投资教育，培育相关人才。而这段时间的威权体制教育也培养出了听话的技术劳工，这些都推动了台湾的经济奇迹。有经济学家估算，台湾这段时间出现的 GDP 成长有 45% 是源自教育投资。而在1987年解严后，台湾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化，开始引入西方价值观，出现一连串的教育改革。2002年开始，教育部把联考改成多元入学，希望学生快乐学习，不要认为只有成绩重要，其他的才艺、比赛、志工经验也可以用来申请大学。一直到今年108课纲的素养导向，强调学习与生活情境的结合。过去20年来，课纲制度不断改变，但是快乐学习、多元、素养这些精神其实都不涉及基本价值观，他们恰好回避了教育体制的本质问题。到底国家想要打造怎样的公民，怎样的身份认同？例如，当今欧盟的核心价值是基本人权，是欧洲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所以在教育设计的根本上，就必须体现这项基本价值观。因此，我们现在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我们要透过教育把下一代的公民带向何方？台湾还在摸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有一项文化观念是台湾从二战后就不曾改变过的，就是追求文凭，希望靠教育往上爬。这就带我们进到了第二个当代教育的难题——文凭主义。1954年，台湾开始实施大学联招制度，希望制造机会平等，促进社会流动。一直到今天，教育都被一般大众认为是让下一代向上流动的手段，这导致教育制度不管怎么改都无法减轻学生压力，因为学生真正的压力来源并不是国家教育机构，而是家长的期待，要考上前几志愿，考上公务员，找到稳定的工作。因此，问题就转向了台湾家长的教育观。在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我们看到了文凭主义父母的经典台词：妈妈是为你好，你怎么都不会想呢？照你这样的成绩，你觉得你可以考上大学吗？妈妈花这么多钱让你读私立学校，你为什么不争气一点？你为什么不替妈妈着想一点呢？但是为什么许多家长认为高学历才是成功的人生呢？又为什么时常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小孩身上？你不能负责，对不对？因为你只是他的国中老师，我是他妈妈。小伟的未来，不管是一帆风顺，或者是穷途潦倒，那都是我的责任，不会算在你头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家长为什么那么渴望掌控小孩的人生，因为对家长来说，这不叫控制，这叫做责任。心理学家发现，跟欧美的家长比起来，华人家长更容易感觉到自我价值取决于小孩的成就表现。如果小孩表现不佳，感到丢脸蒙羞的反而是家长，仿佛是父母没有把小孩教好，没有善尽父母的责任。所以华人父母擅长用一种心理控制技术，跟小孩讲他们以前做过哪些丢脸的事，来引发他们内心的羞耻感跟对父母的愧疚感。上自班小孩做决定，却说我都是为你好，但其实是让他们在别人面前更有面子炫耀，而不知道小孩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但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类学家发现，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两个民族中，犹太人是出于宗教因素而重视教育，但华人是出于文化中的互惠逻辑。父母抚养小孩，期待有天换小孩奉养父母，动词不变，但是两个角色互换。父母在孩子身上做了投资，让孩子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打拼，为的是让孩子再回到原本的地方回报父母。父母要对孩子负责，因为未来孩子也要对父母负责，而不像犹太人是离开父母，只对上帝负责。这种分离后再次团聚的互惠文化，却常常变成华人父母的情绪勒索方式。因为教育是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投资，如果未来要过上好生活，孩子就必须牺牲学生时期的生活。这种类型的情绪勒索，近年来在日本广受讨论。日本医生发现，有70%的人认为家长是控制狂，给小孩过多心理压力。
年轻人甚至罹患了一种疲于父母症候群，每年有上百件孩子杀死父母的凶杀案。那么有没有办法跳脱出这种思维模式呢？教育哲学家杜威就认为，为了追求未来成功而要求学生课业的观念，是一种强迫成就导向，仿佛学生要先忍受教育体制20年，学习未来所需的生活技能，大学毕业后他才可以成为自由的大人，去过他自己想要的人生。但这种思维完全搞错了，因为人生前20年受教育时，不就已经是在生活了吗？学校教育的第一任务应该是自然发展导向，也就是引导学生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该如何在世界中存在。但在当今的文凭主义教育系统中，我们竟然要学生先牺牲自己现在的生活，还告诉他们只要追求课业知识，考上好大学，就可以重获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结果反而是被课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台湾学生补习的越多，心理健康状况越糟。国内青少年自杀人数在过去20年不断攀升，校园的心理咨商资源供不应求，还有许多大学毕业后丧失人生目标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结果教育没有让人找到自我，反而让人遗忘了自我。早在15世纪，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就曾经大力反对国家的科举教育模式，认为强迫孩童背诵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是在毒害年轻人，而提出了跟杜威的自然发展导向相似的哲学，要依照每个儿童的天性，让他们衷心喜悦。在500年后的今天，台湾学生却依旧苦于读经班、7000英文单字、背考古题。但是问题可以完全归咎给父母的文凭主义教养方式吗？这种讨论忽略了，其实台湾父母也是历史经济结构中的受害者。从历史角度看，1987年解严以后出生的台湾小孩，从小就受到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家长却是在戒严的联考时期长大。对这些家长来说，背诵标准答案是在教育体制里成功的关键。压抑个人意见，服从权威，才能获得心理安全感。这些权威时期的行为模式被内化后，他们自然会习惯用这套方法教育小孩。所以台湾民主转型后成为父母的家长，本身就处在历史转型的矛盾中间，自己经历权威教育时期，小孩却生长在民主教育时期。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越高比例要求子女学业表现的社会，通常是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像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因为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父母怕孩子输给别人，容易变得更焦虑不安，也就更容易变成直升机父母，要求小孩的教育成就，希望小孩的未来有保障。但是相比之下，在平等的北欧社会，学生之间并不需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因为就算你课业不好，没有职场竞争力，国家福利也可以支持。因此，父母也不太要求小孩的学业，而更愿意让小孩自由发展。所以表面上看似是父母跟小孩的教育冲突，背后其实有历史转型跟经济不平等的两股力量在运作。而且，不是所有的台湾家庭都追求文凭主义。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到底台湾的家庭教育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的教育模式又如何影响下一代的台湾人？台湾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台湾的家庭教育大致可以按照阶级分成4类。第一种是最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这种家庭看似有钱，人人称羡，但实际上他们心里其实更焦虑不安。为了培养国际竞争力，从小就规划送小孩出国留学、读私校，让小孩在高压的环境中成长，也导致父亲必须更努力赚钱，离家工作，外派到海外。所以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富裕，可以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但却是时间上的穷人，无法有足够时间陪伴小孩。第二种是一般中产阶级家庭，这类家庭多半更推崇民主的教养，因为家长自己受过父母的权威管教，希望在孩子身上弥补自己失去的童年，所以中产阶级家长比较会跟小孩讲道理，鼓励小孩发言，挑战权威来争取权利，也更会教育孩子要找到自己的志向，让他们去学各种才艺，探索自我，而且也更知道如何把这些课外活动变成制度认可的证书。这也是为什么申请入学其实更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小孩，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自我表达，学习各种才艺，在多元入学上更有优势，未来进入职场后也更容易适应白领阶层的工作。社会学家 Annette LaRue 把这种中产阶级的教养方式称作规划栽培
父母妥善规划各种课外活动，却又不是威权控制，而是鼓励自由发展。但这种规划栽培，有时候反而限缩了孩童的自主性，因为家长规划的活动都太丰富了，小朋友在空闲时间反而不懂得自己玩，会一天到晚喊无聊。相比之下，劳工阶级的小孩没有家长陪伴时，反而很会自得其乐，有高度的创造性、自主性。但是劳工阶级的家庭也分两种，一派家长认为自己经历过联考制度的失败，不希望小孩复制自己痛苦的童年，顺其自然发展就好，不要有太大的课业压力。另一派家长则认为，应该透过教育让孩子向上流动，希望他们可以做更体面的工作，不要像自己一样当低薪的蓝领劳工。社会学家也发现，劳工阶级的职场经验更多是体力劳动，而不像中产阶级是靠口条脑力，所以劳工阶级的父母也会把自己的职场习惯带回家。例如白天上班被上司责骂受挫的劳工，回到家后就会透过管教小孩来重新树立自己的父权感。跟小孩沟通时，更常用命令权威的语气，要求小孩听话。听话，让我看看！不要！但如果家长从小就让小孩习惯服从，不允许小孩挑战权威，小孩长大后就更习惯被别人管，也就更容易适应蓝领劳工的工作，更不容易应征上需要自主创造的中产阶级工作。结果家庭教育反而让小孩复制了父母的阶级，无法向上流动。这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可以辨识出阶级的文化特征，被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称作文化资本。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塑造了不平等的童年教育，不平等的童年教育又在无形中决定了每个孩童的生命机会。那么学校教育真的有办法让人翻转阶级吗？ Bourdieu 认为，学校其实掩盖了阶级复制的真相。当劳工阶级认同文凭主义的教育体制，其实就忽略了家庭教育里的文化资本才是阶级复制的核心。Bourdieu 更进一步批评，教育系统里其实暗藏着一种象征暴力，也就是透过隐藏权力关系来正当化某种价值排序，却让人以为教育体系里的一切都是中立的，毫无偏颇。但事实上，教育系统早就预先安排好一套价值排序，认为某些价值观是更好的，某些知识是更值得学习的。例如教育部的多元入学采取面试，其实更有利于擅长自我表达的中产阶级。如果偏袒某个社会阶级，还称得上是真正的多元吗？或是学校制度的亲师座谈，也不利于劳工、隔代教养或是新住民的家庭。这些家庭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学校活动，但父母的缺席又会让他们被视为不够格、不尽责。或是在课程设计上，为什么我们学习的都是中国文人作品、帝王将相历史、欧洲贵族音乐，而不是大众文学、劳工历史、原住民音乐？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即便台湾多数学生是劳工阶级出身，但是当今的教育体系却更推崇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种无形的象征暴力，其实让阶级流动变得更矛盾。因为当一个人渴望翻转阶级，就必须否定自己阶级的身份认同。社会学家 Richard Sennett 就发现，劳工阶级的小孩想要透过教育往上爬，得到他人尊重，但是这种靠个人努力就能成功的才能至上思想，反而容易让劳工阶级出身的人出现隐藏的阶级伤口。因为当他们无法在体制中胜出时，就会认为是自己还不够努力。在成为父母后，甚至会谴责自己的阶级身份，认为自己是不够格的父母。而当这些劳工阶级的家长看到小孩阶级流动，成为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时，他们的阶级伤口反而有机会愈合。但矛盾的是，父母的阶级伤口愈合后，小孩却可能产生新的阶级伤口。因为当他追求高等教育文凭，找白领高薪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否定技职教育，否定劳工阶级的工作价值。但明明他自己就是劳工阶级出身，所以那些看似透过教育达到阶级流动的人，其实也在无形中受伤了。那些考上台大的弱势学生，或是翻转阶级找到梦想工作，进到大公司的劳工们，他们是否真的过上了好的人生呢？还是反而感觉到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出现了新的阶级伤口？在这支影片里，我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困境。但是这些都只是提出问题跟分析，而没有追问更重要的是，到底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下集影片里再让我们从教育是什么转向教育应该是什么。最理想的教育存在吗？到底人又为什么要受教育？
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集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拼教养一本。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本集影片由山医师隐形齿颚矫正专家热情赞助播出。